克里米亚大桥又被炸了，为什么这一次乌克兰指责是俄罗斯自导自演呢？大家好，我是石涛。7月17日俄罗斯建在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刻赤海峡的这个克里米亚大桥呢，再次被攻击。那么桥面呢发生了一定的损伤交通也一度中断。那么这一个袭击发生之后呢，俄罗斯指责是乌克兰发动了袭击。那么现在说法呢，有人说是这个自杀型无人艇进行的攻击，也有人说呢，可能是用导弹进行了打击。但是这样的指责是被乌克兰方面所否认了。乌克兰方面称呢，是俄罗斯自导自演了这一次的炸桥事故。当然，在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具体的原因仍然没有真相大白。但为什么说这一次乌克兰的指责可能有那么一点道理呢？如果关注俄乌冲突走势的这个观众们可能会注意到7月17日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这一天正是俄乌之前达成的黑海粮食运输协议到期的日子。那么在这个到期日之前呢，俄罗斯就多次的表示有可能考虑不再续签这个黑海粮食协议。那么这个黑海粮食协议实际上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为了能够让这个乌克兰的粮食成功的从黑海向外运输而达成的一项协议。那么在这项协议里面，俄罗斯就保证从乌克兰敖德萨发出的这个运粮的船只呢，可以安全的渡过黑海而不被这个袭击。那么这一点呢，也成为了这个西方非常看重的一点因为呢，乌克兰生产的粮食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的来源。乌克兰粮食如果不能正常的发运呢，有可能会造成国际粮价的大幅的波动。那么因此呢，是在西方的斡旋之下呢，俄乌双方达成了这么一个黑海粮食协议。但是我们要说这个粮食协议它一直它就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行为这个黑海粮食协议里面实际上规定了，在乌克兰可以正常出口粮食的同时，也要保证俄罗斯的一定出口的利益。就比如说俄罗斯从陶里亚蒂通往乌克兰敖德萨的一条这个液氨的管道是俄罗斯出口这个液氨化肥的非常重要的管道。那么协议里面呢，也就规定了这条管道呢也是要保证安全的。然而在6月8号的时候呢，这一条重要的液氨输出管道就被人用爆炸破坏掉了，也就是说断掉了俄罗斯出口这个液氨的这条重要的渠道。那么当时我就跟大家聊过，很有可能这是把俄乌双方的一个后路给断掉了，并且这一个举措会极大的威胁到黑海粮食协议的这个执行。果然在6月13号的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示后面可能不会考虑这个续签黑海粮食协议。那么其中之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俄罗斯对等的这个出口渠道实际上是已经被摧毁与破坏掉了。那么现在看当时咱们的预测是比较准确的，俄罗斯确实是断掉了这个继续执行黑海粮食协议的念想。那么这样俄罗斯不续签这个协议事儿小这一下可是把西方国家给惊动了。要知道乌克兰生产的粮食是世界市场上重要的这个粮食的来源不仅仅是成为了很多人的口粮，还有呢它也供给了非常多这个欧洲的饲养基地用来生产欧洲西方人所需要的，包括了牛肉、羊肉、猪肉、鸡肉等等在内的动物蛋白质它是一个重要的饲料来源。那么俄罗斯暂停执行这个黑海粮食协议有可能还会使得这个西方不仅粮价上涨，可能肉价也要上涨。那这一下恐怕是西方国家非常担心的。但是我们要说这种协议的执行从来都是双向的，西方国家一味的破坏之前这个协议执行的基础那么这也就怪不得俄罗斯会不愿意继续续签这样的协议了。那么回到我们说的这个炸桥的问题那么乌克兰这一次指责俄罗斯自导自演炸桥确实是有一定的概率的。毕竟这一次爆破使这个桥梁的损坏的规模并不大，但确实给了俄罗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那么能够不去继续续签这个黑海粮食协议。当然了，从目前看到的种种迹象表明
这一次的破坏行动应该是乌克兰方面的所作所为啊，那么这就更给了俄罗斯不去续签协议的这么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说啊，俄乌冲突这场仗啊是越打越混乱了，双方的一些行为，特别是在西方援助下，乌克兰的行为呢也是越来越接近底线，甚至突破底线。我们还是那句话，这场冲突我们还是希望尽快的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得到解决。毕竟无论如何，最终受苦受难的都是百姓，不仅仅是乌克兰的百姓，也不仅仅是俄罗斯的百姓，可能全世界的百姓都要因为这场冲突而受苦了。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